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烟熏腊肉的做法。先准备调料，无论是腌菜还是腌肉，最好用这种粗海盐，它不含碘，纯度更高，杂质更少。放入锅里，再加青花椒、小茴香、丁香、香叶，小火炒出花椒的香味儿。炒到盐微微发黄的时候就炒好了，放凉备用。冰糖捣碎，冰糖的味道比白糖更好一些。这一大块五花肉，我们会用到一半，这是去皮的五花肉。如果用带皮的，要把皮烧一下。如果是干净的猪肉，可以不用水洗。如果用水冲洗，一定要擦干水分，因为多余的水分容易滋生细菌。切成6厘米宽，这种做法比之前的风干腊肉切得要宽一些，因此后面风干的时间也更长。抹高度白酒，杀菌增香，撒上捣碎的冰糖，最后撒盐和香料，正反两面都要按摩几分钟，然后放冰箱冷藏腌5到7天，具体看你肉的宽度。这个6厘米宽的肉腌了6天，每天拿出来翻面，让调料均匀地沾到肉上。腌肉的方法分干腌和湿腌2种，我们用的是干腌的方法。盐占肉的比例是3%，不能减盐，这个比例是保证腌肉成功不发臭的关键。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风干的环境，主要包括环境温度、湿度和风力。打孔穿绳，准备风干。晾晒的温度最好在15度左右，尽量不要超过20度。我这里户外小动物比较多，还是室内晾晒吧。室外的话，恐怕给我剩不下多少了。家里阳台的温度一般都会低一些，可以开窗，也可以吹风扇。做腊肉的过程可以总结为盐和水分之间的征战。盐需要尽快的渗入腊肉的内部来抑制细菌，所以我们把肉放在冰箱冷藏腌制，在盐还没有完全进入肉的阶段，通过低温抑制一部分细菌的繁殖，而多余的水分是滋生细菌的土壤，所以要在肉腌好之后尽快晾晒风干来消除多余的水分。风干晾晒几天之后，瘦肉部分变得更干，这是因为瘦肉里的水分更多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烟熏了。这是我们会用到的烟熏料。我们在烟熏腊肠那一期视频里面详细讲过简易烟熏的原理和方法，今天再重点说说3个操作要点。第一，烟熏对锅是会有一些影响的，所以最好用铸铁或者耐用的铁锅，也可以用家里的旧锅，锅底一定要垫铝箔纸，再放烟熏料，最后清洁的时候就很容易。中层蒸锅放一次性的铝箔烤盘，烤盘不要打孔，加冰给烟降温，实现冷熏。上层放肉，中大火生腌之后转小火。冷熏烟的温度基本在28、9度左右，只要不超过40度都可以，熏30多分钟就可以了。第二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节烟熏的时间，喜欢烟熏味重的，中途可以更换新的冰块和烟熏料。第三，烟熏的全程一定要有人看守，注意安全。熏好的腊肉颜色会呈现一些金黄色。烟熏颜色的影响因素有2个，第一个是烟熏的温度，烟熏的温度越高，上色越快，颜色越深。第二个是烟熏的材料，比如用枫木来熏就可以得到金黄色，橡木熏出来是黄褐色，松树、柏树熏出来颜色更深。熏完之后冰已经化成水了，因为用了铝箔纸，锅底一点没脏。从锅里拿出来继续晾晒，一共风干了2周多。我们来煮腊肉，锅小的话就切2段。洗干净的肉水开后煮15分钟左右，水煮可以去掉一部分的盐。腊肉的肥肉比较多，这也是腊肉的魅力和风味所在。腊肉的吃法很多，加些辣椒和蔬菜炒着吃，放烤箱烤着吃，或者烧烤的时候来上几片五花腊肉烧烤都特别惬意。马上就是新年了，感谢过去1年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，大家的留言我都逐条认认真真看了，我也从大家的留言中学习到很多，无论是从节目设计到菜的做法，大家都给我许多宝贵的启发。我也非常感谢平台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交流机会，我们能一起分享美食，交流心得。希望在新年里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，祝大家新年里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乔乔妈，我们明年见。